左威卫大将军武安康，多年镇守边陲，数次遇戎狄来犯，为我国土劳苦功高。圣喜2年，硕丹犯境，武将军又率军以一破百，大败硕丹于漠北，获金元之战大捷。今贺武将军回朝，赐青龙黄金简、金明光铠，再赐康平王府银1000两，绢500匹，所率诸军每人绢5匹，钱10千。钦此。臣叩谢圣恩。武将军，今日议政若有良策，但说无妨。是。诸卿有事奏否？臣有本奏。说。龙门赛以贱民互相残杀为乐，为了那一纸贱籍文书，兄弟相残，骨肉分离，无数人因此丧命。臣恳请陛下下旨查封龙门场，革此弊制。真是危言耸听！龙门场让不少贱民得以脱离贱籍，逾越龙门，这明明就是福泽恩重的大善事，却遭你如此诽谤。臣记得袁绍卿正是因为龙门赛才成了良民。怎么，你自己吃了蟠桃就要把树砍了，不让别人吃了？龙门赛乃文帝首肯，袁绍卿却污此良策，岂非在说文帝不仁？袁绍卿此言，其心可诛。此言不妥。龙门赛本意的确是给贱民翻身的机会，但仅让贱民以相扑之术比试，不得伤筋动骨。后来某些人暗将龙门场变成草菅人命的赌博之地。袁绍卿所奏是实情，你们却屡屡攀扯文帝，此心难道不可诛吗？李氏哪有毫发无损的道理？别有用心之人一番夸大其词，便欲毁此良策，岂不可笑？梅阁老，你怎么看？这一朝有一朝的天子，也有一朝之治。此制既未入典律，改与不改的，全凭陛下做主。卢青和张青以往议事总是分歧甚大，今日
倒难得一致。鱼跃龙门，朕觉得你们说的很好，还有谁认同的？臣附议。来人，抬上来。既然此志这么好，朕也打算学学。你们二位就当着群臣的面，在这笼子里面给我打上一架。谁赢了，朕就把右相之位给他，可好？陛下息怒。什么延庆方不详？这么多人请朕莫去，你们到底怕什么？崔青，昨日龙门赛可好看？当年有人就欺上瞒下，现在还有人敢借文帝诡辩。上苍有好生之德，如此血腥场面，好些王公贵胄却趋之若鹜。这面具底下，到底是人是鬼？陛下息怒！朕即位以来，勒令轻徭薄赋，还礼于民，可还是有些地方有流民逃户。戎狄虎视眈眈，朕调征军饷，却查出国库亏空，桩桩件件哪件不是国事？有些人仗着自己祖上阴德，尸位素餐，不想着如何安民立国，却为维护龙门场这种以人命为乐之所而锱铢必较。崔毅，臣在。你身为刑部侍郎，一经还未进京就查出你让门客占人田地，干徇私枉法之事，你可对得起你这身上的官服？臣跪对圣恩，万死难赎。国陛下，不要因臣的罪过伤了龙体。陛下，陛下！传圣谕，自今日起，严禁任何人以逼迫、利诱等手段让贱民相搏，若有违者，杖80，流3000里。陛下，很多人是因祖上犯错而入贱籍，本身并无过失。臣恳请陛下，让2代以上的贱民能以文相拼，以笔相视，择优者除去贱籍。万万不可！文士科举乃是给良民为国效力的机会，岂可套用在贱民身上？若此剑术无分，届时必会宗制崩坏，动摇国本。李老说的有道理，袁绍卿爱民之心是好，但是如此改制，恐怕过犹不及。梅阁老、李老言之有理，此事不必在意了。元清，起身吧。是。陛下，臣对那龙门场倒有个主意，不知是否可行。你且说来。一把剑是用来害人，亦或救人，皆因持剑者而不同。以贱民之命取乐，乃是罪孽，但龙门场本身却无罪，又是文帝御批所建，如此查封弃用，甚为可惜。臣提议，让有武艺者到龙门场比武，以此卓拔人才。真是常年带兵的良将，你这提议与朕想设立武举的想法不谋而合。既如此，就先用龙门场打个前锋吧。传旨，改龙门场为武士场，设监官2人，凡优者列入武官查考名册，择优而取。陛下圣明。圣上去了龙门场，你帮了袁绍成大忙，他可得好好谢谢你。
怎么了？受伤了？我看看。没有，磨得太用力，扭着手腕了。那你这大惊小怪的，要把人吓死啊！就扭了一下手腕，叫这么大声，你也太怕疼了吧你！现在想想，也不知道某人在牢里是怎么过来的。换了我呀，早就什么都招了。听到了吗？可别让彩莲挑大梁，他一上刑啊，就全都招了。说什么呢你？那彩莲啊，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哎呀，有什么事就跟我们说。没有。你不说我就猜了啊，和我们有关？不是啊，那是跟别的女人有关。那是跟男人有关。男人？哪个臭男人敢欺负你啊？不是欺负，我直接告诉你们吧。袁绍成的那个下属，叫顾文宇那个，喜欢我。这是好事儿啊。那你喜欢他吗？喜不喜欢都是次要的，现在还没让那些恶人付出代价，哪有什么心思想感情？顾文宇一直跟着袁绍成，看得出来做事认真周到，是个踏实的人。这仇要报呢，但生活也得继续。我们这辈子不能只为复仇而活。可我若是跟他在一起了，难道能不向他坦白我的过去？他知道了我的遭遇后，心里会没有疙瘩？他心里有了疙瘩，最后受伤的不还是我吗？彩莲，比起那些不幸的过去，更让我难过的是我从废宅逃出来之后。哎，你们说说吧，是不是这么个理？怎么不绑别人呢？就绑了这些女的，肯定是她们衣着不检点，才会被人盯上的。我听好多人在说呀，那余钱是给了他们钱的，他们贪财就自己留下做了家计。我看呐，他们本就是青楼出身，见钱眼开去伺候人，没想到被余钱那老贼给烧死了。所以我说呀，这女人就得守妇道，哎，规规矩矩的，是不是？对。我经常会想，活下来又怎么样呢？我们永远背负着这些污名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不敢跟家人团聚。我再也不想要冒任何的险了。平安，你怎么了？平安？没什么，伤口有点痛。爱就是爱，恨就是恨，何必要将两者掺和在一起呢？欺辱我们的是恶人，诽谤我们的是愚人，到头来我们还要自己折磨自己。亲者痛，仇者快，岂不是一样愚昧？可我能怎么办呢？从前朝到大封，虽都民风开放，可只要提到一个女人失去了贞洁，狗屁！贞洁什么的，只是束缚女人的枷锁。自古以来，你见过男人提什么贞洁？你可有给顾文宇答复？去见他一面吧。要说些什么，是接受还是拒绝，选择都在你。但至少，你不能逃避，要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。近日，朔丹来函，可汗长女已到了婚龄，朕允准可召选大封王子与朔丹公主和亲，以缔结双方姻亲之谊。陛下，自古以来，只有公主和亲，还从未有以王子和亲的先例。
若我朝以堂堂男儿和亲，必会留为笑柄，望陛下三思啊！望陛下三思。哼，笑柄。昔年文成公主远赴外邦，以一己之身保两地和平多年，此等功绩，你们谁能相比？从无先例。朕登基来，早就听倦了。朕能坐上此位，便是先例；朝场女官，便是先例；让王子和亲，亦可是先例。安康，你怎么看？回陛下，臣以为，不论是公主还是王子，以一己换百姓安、士兵回，都不输于将帅之誉，皆乃我大封之荣耀。是臣浅陋，武将军所言甚是，和亲王子当属我大封表率。再有几日，硕丹使臣就要进圣都了。硕丹既有示好之意，要惜盒子，也要扬我大封之威。陛下英明。前面粥棚上的李字，看着来头不小啊。是不小，那可是琅琊郡王李宗旭，李大善人开的粥棚，他一向乐善好施。去年扬州水患也是他捐的钱最多。不过依我看啊，他做这些无非是为了替李氏收买人心。无论他是何用意，只要能做利民之举，便是好事。今日朝堂之上，那个袁绍成，我记得他曾经只是个小官，怎么忽然就官至少卿了？凭他的出身，能做到今日这个位置上，自然少不了趋炎附势、攀附权贵啊。像他这样的，在圣都可不少。如此看来，这最黑暗的地方，并非是战场，反而是这繁华之地啊。兄长好不容易能回京享享福，怎么心情如此沉重？我此番回来，不是为了享福，而是来讨债的。哦，讨谁的债？5年前的汴州仓司使，现如今的户部度支司主事徐清。他呀，那我就知道你要讨的是什么债了。今日在大殿上，怎么没有见到父亲？哦，父亲近来染了暑热，一直在病中，这2日才好了许多。知道你今日入京，他一早就命人洒扫府中上下，就等着你回去呢。父亲，你看，这是儿子亲手为你刻的长青树，用的是父亲最喜欢的紫檀木。这不是子承父业了吗？你看你瘦了多好，人也显得高。也许不是你高了，是为父老了。父亲正值壮年，春秋鼎盛，跟着老子一点都不沾边儿。木雕需要耐性，就是要克服掉这从小爱动的毛病，还不错，这手艺大有长进。我打小就看着父亲刻木雕，耳濡目染之下，也学习到了一些皮毛。贤儿，你兄长送你什么好东西了？此乃张押九所铸万川剑，以后便是女儿的佩剑了。不愧是兄长，投其所好。硕丹求亲一事，圣上秘而不宣，非要等你进京之后才公之于众。你们可知是何用意啊？圣上欲与武士结亲，是为了彰显皇权正统，此其一也。其二，制衡之道，犹如木桶取水，李氏与武士的木板不能一头长一头短，长短一致，这桶中的水方能平稳。此番圣上之举，是想要收回我的兵权。既然你悟到了，
那就交换兵权，回圣都好好谋份差事。父亲，儿子带兵习惯了，不适合圣都，也干不好这儿的差事啊。你知道为父为何好木吗？树死木生，人生60亿轮回，周而复始，犹如木之年轮。缘乃天道，亦是人道。你呀，圆融这儿子还是没有参透。这阵子你就在圣都好好转转，也许能改变看法。贤儿，为父备了冰糖糕，你今日上山，给你母亲送去。女儿还有事，冰糖糕我差下人去送。父亲大病初愈，我跟兄长就不多打扰了。行。哎，一个是圣上跟前的红人，一个是威风八面的将军，这翅膀一硬啊，都不听话了。走吧。兄长这一回来，府里就收了10几张请帖。不过我猜兄长一家也不会去，不如夜里我为兄长接风，顺便为你引荐一位有趣之人。能被你称作有趣之人的可不多见，不知这个人何趣之有啊？他呀，被人称作巫医，前段时间出了一桩悬案。你们是？这位是大理寺少卿，要看卷宗。你们要看哪年的卷宗？昭丰2年，御史案。不好意思，我这卷宗的确太多了，没个1、2月的找不出来。卷宗都是按年月存放，怎么会找那么久？你这8成是心里有鬼吧？文宇，带走。别！少卿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前几年上任之初，确实核对过历年卷宗，看过记录。御史案之后，这卷宗啊，就被当时升任的吏部侍郎海宜平海公给调走了，最后卷宗也没还回来。这其中缘由，我也不敢问呢。少问少想是智慧嘛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样，拿到了吗？那书里看库没几年，卷宗没找到，也没有查到任何调阅的记录。此人谨慎狡猾，会对卷宗下手，并不让人意外，反而更让我确认，卷宗记录的内容必有蹊跷。对了，龙门场的事情，谢谢了。撤了。少卿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是海尚书拿走了卷宗？是不想让他对付海公，和你站在对立面吗？不是因为这个，是时候还不到。我要利用美党，抗衡吕氏一派，扰乱严家之事尚未查明，不能让他乱了我的布局。霓裳打探到了吗？他呀，灌了吏部书令史那老头不少酒，才问出当年看管案牍库的书吏因渎职被罢免了。谁下的令？海宜平。海公，哦，叶信使来了。叶信使的身体可好些了？老海公惦记，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在屋里闷久了，出来走走，也想看看海燕的情况。
没想到你刚任使职，就有人在背后陷害你。此人是何目的？难道是记恨你对付度量？想来是跟度量有交情的人所为。好在这样一来，此人若再对我下手，也必然会引起圣上的注意。我今日诊治还需与海燕独处，时间会稍长。海公若信得过我，叶信使，把海燕交给你，我10000个放心。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吩咐。还记得这个图案吗？上次你画在那名女子的手臂上，她是你阿兄带回来的吗？不是阿兄。那，你认识那名女子吗？知道她叫什么吗？不认识，只认识阿兄、娘，还有安。小贪吃鬼呀，快来，快再吃点啊！吃饱了是吧？娘。哎，叶信一来了。哦，人在哪儿呢？还不赶快请进来？他往后院去了。那老身去看看他。你是郎主的客人吧？老伯，这里是藏书阁吗？是啊，趁着天气好，拿出来晒晒，防虫蛀嘛。这藏书阁看起来比前院的房屋要新啊。你当真眼尖呐！这里原本不是藏书阁，而是一间客房，可多年前却被一场大火给烧没了，这是重新修建的。大火？这里怎么会起火啊？不好说呀。没什么不好说的。老夫人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儿还珍藏着于前赠给他的这些书册，别人都避讳谈及旧事，但老身没什么可避讳的。客房着火是与10几年前的御史案有关。这个案子，平安也曾听闻过，只是没想到海公竟然与于前相识。当年我儿于前、孙熙正
是同窗好友，亦同科及第。没想到10几年前，于谦因御史案被满门抄斩，我儿不信于谦会做出伤天害理之事。自他离世后，就郁郁寡欢。后来有个人找上门来，自称是罹难女子的家眷。这个人叫什么？记不清了。他声称此案有冤情，找我儿帮忙，要看御史案卷宗。我儿以为有机会能为死去的好友洗脱冤屈，急忙调了御史案卷宗出来，就在这间客房给他看。岂料啊，那日海公邀我和几位友人上门，想一同探讨这御史案的疑点。海公告诉我们说，有位受害女子的家眷找上了门，正在看卷宗。海公正想为我们引荐那人，可谁知那人竟然意外打翻了烛火，焚毁了卷宗，就连海公那间客房啊，也随之付之一炬了。想不到御史案的卷宗早已化成灰烬了。海公差点因此无法交差呀，无奈我们只好一起找到了海公的恩师，就是如今的梅相说情，才帮他在案牍库那边解决了此事。真是没想到，于谦当年还有你们几位仗义同僚。不过你说的我有些好奇了，与你一同上门的都有哪几位旧友？我也真是敬佩你们，在那个时候还愿意相信于谦的清白。他们是……娘，您怎么来了？叶心怡走了。来，坐会儿吧，娘。娘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方才在后院，我看到当年于谦送你的书册，睹物思人，每每想起他，为娘这心里就堵得慌。当年你将升迁侍郎，于谦蒙冤狱中，写信托人带给你。当时你不在府中，我就先收下了那封信。我就知道他是被冤枉的，儿啊，于谦已将他全家的性命和清白都寄托于你了，你务必想办法救他呀！娘，您放心吧，于谦与儿是挚友，我一定想尽办法相救。可怜呐，他是那么的刚正不阿，是个清正廉洁的好官呐，终究还是含恨而终。娘，往事已过，您也莫要再因此伤怀了，身体重要。儿送您回去歇着吧。花娘那边吩咐好了吗？一切都已准备妥当，郎主放心吧。好的，可以撒网了。是。除了孙熙正以外，其他目睹卷宗被烧的人，他们所说也都一致。海夷平确实是于谦多年的挚友，甚至在御史案之后，还为于谦说过好话。我看，那个纵火的人根本不是什么受害者家眷，找了这么多年，最后连卷宗的线索也要断了。丹心，我知道，你一直想为愚公洗清冤屈，我们已经努力这么久了，现在更要沉得住气。我不是不明白，我只是为愚公惋惜。他本已官至侍郎，可就因为为民请命得罪了高官，才从侍郎又被贬至了八品。如此刚正不阿之人，最后
还是栽在了小人手上。若当官的都想于钱，这世间得少多少冤案啊！要让愚公这样的人能安心做事，就得需要我这种不择手段之人，先为他扫清障碍。武舍人，看样子伤好的差不多了，别老闷在屋子里。来，把这个换上。这是何意？左威卫大将军回京，民同乐，宵禁延迟2个时辰。人生有3狂：狂吃、狂喝、狂乐。此事不乐，更待何时？有这等好事，当然恭敬不如从命。那美人还不换衫？难道要我帮您？谁人如我4级风？卷云自来去，扶摇9万里。天地只掌间，畅快，真畅快。武舍人，哎，别这么叫，煞风景。以后都叫我显儿。显儿，你现在的样子跟我想象的判若两人。说来也怪，你这医仙之术无论在哪儿都应传作奇闻，怎么除了圣都，其他地方都没有听说过？我常去一些闭塞之地游医，没有听说过也不奇怪。是吗？我倒觉得越是闭塞之地，越容易将奇才视为异类。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这样评价我。我从你身上闻到了秘密的味道，愿意告诉我吗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也许有一天我会告诉你的。好，到时我一定带最好的酒来听。不过人啊，仍需向前看，不要回头啊。你听着风，多自由。怎么样，这万国香，今日我全包了。不愧是武舍人，出手就是阔气。这是还有客人？他一会儿就到。花娘，来了来了，快点啊！哎呀，让武舍人久等了。这啊，是我们万国香最善琵琶的歌姬，名唤霓裳。美人如玉，真叫人挪不开眼啊！两位贵客，今日想听首什么曲儿啊？平安，你是客人，你来选吧。客随主便。我看两位贵客气宇不凡，那今日就来一曲《木兰辞》吧。好，这首我喜欢。昨夜见军帖，可汗大点兵。军书12卷，卷卷有爷名。阿爷无大儿，木兰无长兄。愿为市鞍马，从此替爷征。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鞯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。但辞爷娘去，暮宿黄河边。不闻爷娘唤女声，但闻黄河流水云间间。好，平安。
起芙蓉姬，关山杜若飞。朔气传金阔，寒光照铁衣。将军百战死，壮士10年归。归来见天子，天子坐明堂。好。好。好一个巾帼不让须眉！叶姑娘舞剑看似恣意随性，但横剑刺出时却锋芒毕现。你知道我？老李2进2出的一心之才，我戍边归来，显而就与我讲了不少你的故事。原来是武大将军，平安幸会。你让我查的，去年从圣都调去扬州修河堤的工匠，我已经盘问过。河堤坍塌背后的确有蹊跷，跟那个大善人李宗旭有关。河堤坍塌导致盐田被淹，盐价节节攀升，最终获利的只有他李宗旭。少卿，你这阵子就没歇过，盐价日涨之事还得慢慢查。今夜武将军回京，宵禁严实，不如好好放松一下。我看某人是急着去夜会佳人吧。对了，武将军回朝，谁给他接风洗尘啊？好些贵人都递了名帖给他，可将军都没去。但我听说有人看见他进了万国乡。兄长乃常胜将军，守卫边境，保我家国平安。难得回京，今夜这酒可得喝个痛快。不如叶姑娘一起吧。来，3位贵客啊，我万国乡近日新来了一名舞姬，舞姿卓绝，连武舍人也未曾见过。今日既然为大将军接风，不如把他唤来一舞可好？没见过的，那倒是新鲜。我现在就去把他唤来。为武将军接风洗尘，这热闹怎少得了我呀？袁绍卿这5年在圣都养尊处优，这面色看上去可比当年在军营好上不少。没想到兄长与袁绍卿竟是旧相识。这万国乡的佳酿，可是你在边塞根本尝不到的。来，这些年万国乡的酒，怕是把袁绍卿的骨头都给泡软。也是，酒不喝，官路不亨通啊。说到这官路亨通，在下自然不及叶新使。长新使能与2位结交，这攀高枝的本事，自然了得。我知道，袁绍卿看我最不顺眼，但也没必要挤兑我啊。今夜我好歹是客，你可是不请自来啊！各位贵客久等了，快点！来，给诸位贵客介绍一下自己。妾身名唤离歌，善胡舞、长袖舞、绿腰舞、鹧鸪舞，不知诸位贵客想看什么？百军旗鼓狼城破，犹记军前鹧鸪舞。就来鹧鸪舞吧。鹧鸪舞好，鹧鸪舞好啊！诸位啊，可要好好欣赏。武将军难得回朝，少城为你接风洗尘。
这万国香的酒也没那么好喝。明日武士场，你我在会上约会。好，你既有邀，我怎能不去？哎呦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，不中用的东西，万国香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还不赶紧起来！起来呀！还不赶紧起来给各位赔礼！快点儿！还不快给各位贵客赔不是？是我不好，我向诸位赔罪。你先送他回去吧。我的错，我的错。往事成灰，年落成泥，如烟旧梦